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，在此与诸位结缘。今天我们继续《道德经》的深入解读之旅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来到了第5章，这一章的文字看似简短，实际上却是一记重锤，击中了许多我们惯常认知中的软肋。老子在这一章中用非常冷峻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看似冷酷的语言，将道的无私性与天地的无情性揭示了出来。我们不妨先听听这一章的原文：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天地之间，其犹橐越乎？虚而不屈，动而欲出。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这段话极具冲击力，尤其是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，往往令初读者心生抵触，甚至误解。有些人看到天地不仁，便以为老子在否定天地的善意，甚至觉得他是宣扬一种冷血哲学。但如果我们真这么理解，就低估了这位哲人的洞察力。接下来我们就逐句展开，看看老子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。我们先来看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。这个仁字在儒家那里是极为核心的概念，是人际关系中最高的道德标准，是人对人的温情与爱护。而老子说天地不仁，不是在贬低天地，而是在揭示天地的运行机制与道的本质。刍狗是什么？在古代，刍狗是用草扎成的狗，是祭祀前用来象征牺牲的工具。祭祀之前，人们很恭敬地对待它，仪式之后就被随意丢弃。这并不是说天地真的是万物如草芥，而是在说天地运行的过程中，并不以人的情感好恶为依据。他对待万物一视同仁，没有偏私，不因你强大就多加偏爱，也不因你弱小就格外怜悯。这是一种超越人类伦理判断的运行逻辑，一种更高层次的玄同。玄同是《道德经》中反复出现的概念，它指的是一种彻底回归本源的状态。天地人物万象归一，无分别心，无优劣之分，无价值评判。老子用不仁来表达的，其实正是玄同在自然法则中的体现。接下来一句，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，这就更加令人震撼了。许多人读到这里都会有强烈的道德冲击。难道圣人也如此冷酷无情？其实这句话的重点并非否定圣人的慈悲，而是强调圣人之道与天地之道是同一脉络。在老子的哲学中，圣人之所以为圣，是因为他通达天地之道。既然天地运行不偏不倚，那么圣人也不能被个人情感所困，不可偏爱一方，亦不可沉溺于怜悯。他必须站在整体的高度上，以无私的态度处理事物。这里的不仁，不是不爱人，而是不以情感左右判断。圣人的爱不是私人的慈悲，而是顺应自然法则的大爱。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更普遍、更恒定的平衡，而非短期的情绪性干预。就像医生对待病人，不是看到病人痛苦就一味给予止痛药，而是根据整体的病理机制来做判断。哪怕是暂时加重病人痛苦，都是为了从根本上疗愈。圣人不动于情，是为了更符合道的运行，这是一种无为而治的体现。再往下看，天地之间，其犹橐越乎？橐越是古代的一种鼓风装置，用来冶炼金属的风箱。老子在这里借用了橐越的意象，形象地描绘了天地的运行机制。风箱看似空无，
其实是因为空才有不断鼓风的功能。越是虚空，它的能量越是源源不断。这一比喻意义深远，虚而不屈，动而欲出世道的妙用所在。天地之间看似空无，其实正因为这份虚，才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。这也呼应了《道德经》前面提到的无为而无不为，是道的又一层玄妙。这个虚字在《道德经》中是关键性的概念，它不是空洞、无意义的空，而是一种潜能的空间，是无的力量。天地之间之所以能生养万物，是因为它不自满、不闭塞，常常处于一种敞开、无执的状态。这种状态正是我们今天心理学所说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状态，也是东方哲学中空而不空的深层智慧。动而欲出，也就是说，这种虚并不是静止的空无，而是有节奏、有规律的运动之源。这也和我们现代物理学中的场概念不谋而合。看似空无的空间，实际充满了能量波动与信息流动。再往下看，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这一句像是一记警钟，提醒我们不要陷入语言的陷阱。多言是说话太多，一个人如果总想用语言去解释道，就很容易陷入逻辑的死胡同，因为道是无法被穷尽的表达的，数穷就是理尽，到头来会陷入无解的局面。老子在这里所反对的并不是讨论，而是那种试图用线性逻辑去框定无限道的倾向。你越想用语言去捕捉道的全貌，就越会感到词穷理乱。真正的智慧不在言语的堆砌，而在于内在的守中。守中是什么意思？这又是《道德经》中的一个核心概念。它既可以理解为守住中正之道，也可以理解为守住内在的本源之性。中是平衡，是不偏不倚，是稳定之根。守中者，不易外物所扰，不动于喧哗之声，反能在沉静中洞察变化。老子对语言的警惕态度，并非反制，而是对人类理性的深刻把握。他知道语言有其局限，而道的真实状态是超越言语的。这与后世禅宗的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我们可以看到第5章表面上在谈天地无情，实则在揭示道的运行规律。它不依情感，但却生生不息；它不靠权威，但却维持万象；它看似空无，但却蕴含万有。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，这一章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古代的自然哲学。它教会我们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保持手中的智慧，不为情绪裹挟，不被舆论左右。它也提醒我们，在时代喧嚣、价值纷争的当下，真正的稳定来自于内在的虚静与自持，而不是外在的言语与激烈。如果说前几章告诉我们道是什么，那么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道怎么运作，它的逻辑、它的气质、它的功用、它的节奏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虚的力量和无私的态度。在下一章，老子将继续从天地之始、天下之母谈起，引出玄牝之门的深奥意象，这将带我们进入道生发万物的更神秘领域。下一章的开篇将是古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玄牝者何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，而是一种深层的宇宙象征，也是一种存在的母体逻辑。下次我们就来揭开这个玄牝之门的神秘面纱，一起探讨到如何从虚无中生发出一切万象，
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《道德经》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